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在昨天我发布了莉莉丝年终奖品的事情之后呢，我看到评论区有几个观众跟我讲到，中国那边出了一个新的政策，但是目前还是在草案阶段而已啊，还没有实行啊。就有观众问我会不会对国际服有影响，也顺便跟一些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在12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讲了。当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呢，其实轰动了整个中国的游戏市场。我这里有一篇草案的原稿，它这里有说到为什么他们要限制，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包括网络的游戏秩序、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、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、促进网络游戏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第二条就有说到只有在中国境内才会实行。第二条就有说到他们不应该先把利益放在首位，应该要把未成年人放在优先。那么说到这一点呢，其实中国在之前呢有实行一个政策，就是让小孩子玩游戏的时间呢只能玩1个小时而已。这个之前我有提到过，需要实名认证，要扫脸之类的。但他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些漏洞啊，有一些孩子呢，他们依然还是会用家长的名义去注册账号，扫家长的脸，依然还是可以登录游戏，没有被限制到。因为我也相信部分家长，我讲部分而已啊，不是全部啊。有些家长就是受不了那些孩子可能打打闹闹啊，他们在那边吵啊，我要玩手机，我要玩手机，那就会把你的手机打开，扫你的脸，然后开王者荣耀给你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呢？因为我的表妹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究竟会不会保护到未成年呢？其实还是要看家长的。如果家长那边不管教，他们不理会的话，依然还是会发生。他这个草案里面呢，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牵涉到的，那我们直接跳到它限制什么东西。接下来我讲到这个规定呢，是影响到所有的对战游戏，还有包括 SLG， 包括万国觉醒也是禁止强制对战。那你们想一下，万国觉醒没有对战的话，这样我们要玩什么东西？多数的策略手游呢，都是需要跟对方对战的。这个限制一出，就等于说所有的 SLG 游戏都需要倒闭了。在昨天直播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问到强制对战到底包括什么东西，也有一些玩家说强制对战不包括万国觉醒。那我去搜索了百度百科，强制对战就是不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与否，只是单方面同意即可对战。这种就是一般 SLG 游戏都会发生的事情。你去攻打别人的城池，你有问过对方吗？像是万国觉醒要打旗帜、打关卡、打要塞、打别人的城市，会先询问过对方同不同意去攻打吗？这些就等于说是强制对战了。那我在想着，如果是王者荣耀那种模式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就是 MOBA 游戏 LOL 这些游戏全部都是有对战的，那到底要怎么去玩游戏呢？如果这个限制一推出的话，之后的游戏应该都是一些什么煮菜的游戏啊、换衣服的游戏。那么男生怎么办？男生就没有办法玩射击游戏，没有办法玩策略游戏，所有的对战游戏都不能玩了。重点是其他的游戏，或许你没有丢这么多钱下去，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万国觉醒你们也知道，你建一个账号需要花多少钱，尤其是那些大哥弄一个账号，装备啊、军器啊都花了不少钱。你现在说不能对战，那我那些钱怎么办呢？我也不太相信游戏公司他们会退款啊。就等于说这个规定出现之后，那些大哥的账号全部都变废了。像随风大哥的16字铭文呢，也是垃圾来的，各位。然后什么全球巅峰赛啊，那些也不用举办了，因为也是对战了。像我昨天才说万国觉醒不会关服，但是在国服那边可能就要关服了。再来第18条，限制游戏过度使用和高额消费啊。看到这个，各位知道了咯。不可以设置每日登录、首次充值、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。这个限制呢，是在万国觉醒里面全部都中招了。连续充值就包括什么水晶科技之类的，并且所有的游戏需要设置用户充值限额，非理性消费需要弹窗警示提醒。不过他这里没有明确说出限制多少金额。那我觉得这个对王者荣耀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吧，他们那个氪金度其实不会在一天里面氪金太多，但是万国觉醒就不一样了，那些 SLG 游戏就不一样了，最基本都是需要买一条龙385块美金。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礼包呢，你只能当天买，如果过了明天的话，它可能会重置。像是今天你已经买到白银了，那刚好买到白银的时候是已经限制了你的数额，就没有办法买到黄金宝箱，它限制你明天才可以继续充值，但是到了第二天就变成食料的箱子。那假设你是有脑的玩家，应该都会想到，哇，这样子我不是很亏，那我买礼包来干嘛？或者只会买活动礼包，因为活动礼包呢是不会充值的，你买到哪一个阶段就停在哪一个阶段，除非它的活动过了。
这样就没有办法购买。接着第27条随机抽取，这个就是影响到军器宝箱了，应对抽取次数概率做出合理的设置。军器宝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那么严格来讲，军器宝箱是有这个东西的，但是它的概率是很模糊的概率，并没有明确说出你有多少的概率可以获得专属铭文，所写的概率是覆盖范围很广的，有多少的概率可以获得金色、紫色的军器，有多少的概率可以获得有铭文的军器，但是没有明确的说出你有多少的概率可以获得你想要的兵种。重点要说的限制就是这么多了。再来就是未成年保护，基本上玩万国觉醒应该也没有什么未成年的玩家吧，主要还是监护人的责任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跳过。当那个草案出现之后，有很多游戏的股价都往下跌了，像是腾讯啊、网易啊这些大公司全部都跌，所以我才说直接轰动了整个游戏市场。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影响太大了，所以他们现在暂时还在讨论阶段。至于到底会不会实行呢？我看到有一些观众说中国那边出现了草案之后，大多数都是会直接实行啦，这个我就不清楚。但是如果真的实行的话，其实对国际服还是有多多少少的影响，因为那些国服的大佬可能会直接转来国际服。不过严格来说，其实中国在之前就有个限制，中国的玩家不能跟国际服的玩家互通，所以才会看到国服跟国际服是分开的，也不太大可能会合并在一起。如果合并在一起的话，就变成国际服也是要跟着这些规定了。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分开两个伺服器反而会比较好一点，至少它中国那边被限制了，但国际服没有被限制，国际服该氪金的依然还是可以氪金。但你们也看到了刚刚的草案，全部游戏都会被限制，一般的玩家是没有办法去到国际服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啦？这个我不用解释到这么清楚。但是国服的大佬他们是有自己的管道可以去到国际服的，这样或许会让国际服起死回生，之后国际服将会有更多的中国玩家。而且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太多的国服大佬来国际服呢，可能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国服的玩家全部来国际服的话，有很大可能也是会抱团，就会形成很大的差距，某一个王国它的氪金度很高。或许有些观众对于国服的环境并不是很熟悉啊，他们那边的氪金度确实是比国际服还要大很多的。我是担心会影响到国际服，或许 CD 王国也是必须要充值才可以玩了。那你们也知道，现在国际服呢，其实大多数的玩家都已经不想再氪金在这个游戏上面了，我反而觉得会加速游戏的死亡。而且我更担心的就是国服那边既然已经没有这么多收入了，他们就会拿国际服来开刀。之后国际服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礼包，甚至你一登录它就直接跳出礼包叫你去购买了。假设改动之后会对游戏更加友好吗？如果一个游戏公司要运行下去的话，没有资金是肯定没有办法运行了。当它限制了这么多东西之后，就变成无氪玩家都可以玩得很好，那为什么氪金的玩家还要持续氪金下去呢？或许就会变成在中国市场可能就没有收入了。如果有一些网络游戏没有办法打去国际市场，没有办法通过国际服来赚钱的话，那怎么在中国里面生存呢？并且根据报告的数据来看呢，其实中国的氪金度还是在全球最高的。那改动之后确实会对一些无氪平民玩家来说会比较好，但你们要记得它这个限制是限制在国服里面而已，国际服的平民玩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不过最后我还是很好奇啊，如果真的实行的话，那些账号到底要怎么办呢？没有办法对战的话，难道那些账号全部都要拿去打野蛮人、打副本活动的吗？不对，有些副本活动甚至都不能打，像埃及之战、奥林匹亚之巅这些也不能打，海战也不能打。最后问一下各位，如果这个草案真的实行的话，你们对于万国觉醒的未来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